第4项，一切都会过去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人生总有一天会走向终点。这样的不确定性也同样降临在了作者身上。在作者修行的最后1年，身体开始逐渐出现状况，经诊断后发现是罹患了一种名为 ITP 的自体免疫疾病，逐渐削弱了他的体力，让他开始感到力不从心。这时，那个内心的声音又再次轻声地说着，是时候该继续前进了。有句话这么说，我们在安然无事中学习，在风暴时才会想起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过去作者长期的冥想练习，帮助他培养出了放下念头的能力，让作者有足够底气，脱下这身穿了17年的僧袍，踏上了回归瑞典的路途。长达17年的离世修行，让作者难以适应回归后的日常生活，总是笼罩着极度悲观的负面情绪，让他罹患上了忧郁症。到了最后，只留下了一句话语在震耳欲聋：一切只会越来越糟。所幸，作者抓住了冥想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持续地调整呼吸，经历了漫长的18个月，才终于在黑暗中重见曙光。他开始以讲师的身份分享冥想的方法，在这个期间，透过与各式各样的人交流，让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生命，让他发觉原来自己是如此有价值。在一次节目访谈过后，更是因缘际会邂逅了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女，并顺利了迈入婚姻的殿堂。一切似乎都在逐渐好转了起来。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，一切都是无常，也终将会过去，是作者带我们的第4项提醒。第5项，从自己开始，你自己会知道。佛陀提出了4种神圣心境，值得每个人用一生去修行。它们被称为4无量心：慈、悲、喜、舍。对于如何实践这4种心境，佛陀的教诲简单明了，你必须永远从自己开始。一个人的诚信，并非仅仅是为了他人，更是对自己内心的承诺。道德的实践，不该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，而是一种寻求无愧于心的生活态度。毕竟，我们的所作所为，不该只是为了避免他人指责出自己的错误，这些都不过是沉重的包袱。我们所做的，都不仅是为了别人，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自己。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自己。在森林寺院有一项惯例，是当你在每一个房间坐下时，只要有佛像，就必须向对住佛像进行3拜，起身时也必须再次对佛像3拜。因此整天下来，需要跪拜的次数非常多。作者一开始对于这种形式感到疑惑，但后来也逐渐感受到其重要性。仪式或礼节本身没有绝对意义，而是人为赋予它意义的。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赋予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意义，是自己为自己的内心负责。你必须永远从自己开始，因为至少你自己会知道，是作者给我们的第5项提醒。第6项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在本书的最后，生命的无常再次降临在了作者身上。回归瑞典后，作者发现自己身体的力量正在持续流失，双手与胸口会不自觉地颤抖。经过诊断后，确诊罹患了 ALS， 被宣告只剩下1到5年可活。就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的那个夏天，作者的父亲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一个事实，他确诊罹患了 COPD， 但已经84岁高龄的他不愿意备受病痛折磨，因此选择了安乐死。但瑞典安乐死并不合法，他们前往了瑞士，安排好了执行时间。当作者知道具体执行时间以后，他赫然发现，距离这个期限只剩下1个月的时光，让作者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原来时间如此有限，原来死亡与离别，距离我们是那么的近。作者坦然接受并面对自己的经历与即将面对的命运，他不断提醒着自己，
终有一天也将会走上和父亲相同的命运。生命的沙漏正在静静流逝，并且我们也都无法知道自己的沙漏上半部还剩下多少细沙。在撰写本书的当下，世界正饱受新冠疫情肆虐，死亡与恐惧笼罩着世界。这段特殊时期促使作者不断思考着一个格外紧迫的问题：对现在的我来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作者说，他能够坦然面对死亡，也已经做好了道别的心理准备，因为他并不认为死亡的反义就是活着，而只是出生的反义。他选择用有限的时间，希望让自己每时每刻活在当下，更加关注自己亲近的人，只希望离世的那一刻，眼中所见的是他此生挚爱的，他的双眼。思考对现在的我来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是作者给我们的第6项提醒。后记：更少的自我，留更多的空间给生命。书中还有一则相当发人深省的故事。一名泰国僧人龙婆登，他曾被泰国国王请教一个问题：您可曾发怒过？龙婆登用泰语平静地回答道：Me, DT my our way。当我们的内心变得足够宽大，大到足以容纳心中浮现的所有感受，当我们不再轻易认同这些消极或难熬的情绪，不再任由它们占据自己的内心，如此一来，它们便无法再继续伤害我们，或者让我们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。这里是读耳，读耳不同，言意入耳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后半段内容，愿你有美好的一天。我们下本书